Hello， 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呢是狐臭手术。那么事不宜迟，本集会从前言跟动机咨询、开刀日、术后修复、费用统合、常见问题来跟大家讲解这一整个过程，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任意跳转哟。因为有这个问题的人通常都看过网络资料了，那我就简单的把资料贴上来，需要的人可以按下暂停键仔细看看哟。老实说，这个小狐狸也是跟了我好几十年了，而且我是直到小学上补习班，有天补习班老师给了我一瓶体香膏，我才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而我自己也试过，就是不吃辣、不吃咖喱、不吃重口味的食物等等。当然都没有，从小到大也大概换了快10种体香剂吧，但几乎每过一阵子就会失效。还有什么常换衣服啊、小苏打粉啊、酒精啊，各式各样想得到的方法我都试过了，但这个味道就是会一直存在，这会让我真的是非常困扰。然后直到去年跟姐姐一起住，我才下定决心认真的收集资料，并且去动刀。然后也很感谢当时在 D 卡上的一些心得文，因为受人之恩，才想把这个经验传承给其他跟我一样为此所苦的大家。我当时是找了很多间，但看心得文分享后，就决定去台北长庚挂皮肤科给黄玉慧医师诊断。4月21这一天在台北长庚，到我的时候跟医生讲了一下我的困扰，然后他就戴上塑胶手套，将手套伸到我的腋下摸了摸，然后还拿出来闻。跟我说我真是尴尬到想飞去芬兰，但同时也很尊敬医生的经验。确诊以后，医生就会给我那个粉红色的病历卡，上面会有名字跟你的病历号，就会细心的为我讲解，比如这是微波除汗手术，然后伤口大概1到1.5公分，费用大概是4万块左右，前5天会特别难受，然后要回来拆线啦等等等的细节，很想当场马上约，但毕竟这是一个手术，所以医生会给考虑的时间。再加上预约其实也不是在他们本院预约，你要打电话去那个美容中心。那如果考虑好，就可以打电话到桃园长庚的美容医学中心，跟他们说想做手术，是黄医师的病人。隔天我想都没想就预约了。他们预约热门的时间啊，通常是在秋天跟冬天，因为这2个季节都偏冷，比较不会流汗，也比较能够好好的照顾伤口。但因为我这人就是比较心急的想解决问题，就很阿莎莉的跟护理师说想要预约最近的日期，结果这一天是7月23日，那时候已经进入夏天了。7月23开刀这一天，医生特别叮嘱说一定要穿宽胸无袖，可以露出腋下的衣服，因为到时候你开完刀会特别像橄榄球运动员，最好还是再加一件外套，裤子最好也是选方便穿脱的。然后因为当天连内衣都没办法穿，而且因为刚开完刀，你是没办法用2手出力的，所以非常建议要有家人陪同，帮忙拿重物什么的。但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人去也是可以的啦。拉回开刀当天啊，我上午抵达桃园长庚的时候就被带到美容医学中心，然后就要先付一笔大概3万8的费用，接着等待医师啊，并且换上手术服。走进手术室的时候啊，那是一个圆形全亮的空间，大概有3、4名护理师跟黄医师本人。他们会把你的2只手先好好的绑住，然后拿一条布隔开你的肩膀，让你看不到自己的腋下跟医生。我想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就是开刀有意识的时候看到医生在干嘛，然后就会增加患者的恐惧。接着就会帮你盖上毛毯，你的手基本上就会像那个达文西的图一样呈现 T 字形这样。然后最痛的时候应该就是上麻药的时候吧，痛过了就过了，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个痛感是什么样子，至少跟我20几年来的困扰相比来说，我真的觉得那个痛觉是真的还好啦。当然你如果很怕痛的话，你自己要有点心理准备这样。
麻醉过了以后没什么感觉的，可能多少会觉得有东西在小幅度的拉扯这样。而且我觉得黄医师最让我在手术过程中感到放心的是，黄医师跟旁边的护理师姐姐们就全程都会像妈妈，然后就会像隔壁的姐姐阿姨们跟你聊天，降低你的恐惧跟焦虑。黄医师还说有这个小狐狸味道，其实代表我们以前都是万人迷，这贴心的话，这点是我觉得手术下来值得选黄医师的部分。贴心检查方面也有蛮仔细的。黄医师也有提到说，就是他最近开过年纪最小的，好像才小学，因为有这个困扰，所以造成这个小男孩在人际方面有一些就是他觉得不是很开心的地方，妈妈觉得不行才带他来开刀。老实说，我觉得这真的是有这样困扰的人都能有所感悟的事情。开刀那天的记忆啊，我当下只觉得就是没什么感觉，然后是很开心的。然后医师他每个步骤都会讲解的很细心，还因为我这个特别发达，所以帮我清了好一阵子。手术时间大概1.5个小时吧，但我自己体感是半小时，就是很快就过去了。而且其实有一半的时间你会有一点处在那种一点醺醺的状态，而且手术完，医师还会问我说要不要看被切下来的小狐狸。开完刀以后，护理师跟黄医师就会帮我把手包扎的像布图上面这样，然后因为尽量不要提重物，不然伤口会裂开，我那时候就用头啊、肩膀、身体各个部位去动作。这时候觉得人类身体还是很强大的。医生开的药膏还要搭配自己买的生理食盐水啊、纱布、绷带、棉花棒才可以。至于纱布的大小，我觉得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买大或买小。我个人是建议稍微大一点，可以盖到整个腋下。清洁用的棉花棒也是买大面积的，一次一次这样滚会比较好。接下来直到拆线前将近5天吧，要像这样用生理食盐水擦拭伤口啊，然后再把药膏擦在那个纱布上，像涂面包一样涂满以后，然后接着再用绷带放回自己的腋下，然后再包扎起来这样。这个刚开始可能还会比较不熟练，但上到最后几乎都是闭着眼睛都能上药了。所以强烈建议开刀完最好还是有家人在旁边照顾，因为行动不便又自立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心情上的小忧郁。最让我困扰大概是因为伤口不能碰水的关系，所以不能洗澡吧。退麻药以后啊，会有将近2天比较不舒服的状况，那种感觉我有点难形容，就是纱布拿下来摸腋下是没有知觉的，而且腋下会有明显的水球肿胀的感觉，然后睡觉的时候也要记得把手抬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擦药过了5天。7月27日这天要去拆线，医生来看看伤口没有太严重的破裂就可以拆了。拆线过后才是真正的大工程，这样有将近2周那样重复换药上药的工作，有时候就算黄医师说建议不要洗澡，我都还是会在尽量不要碰到伤口的情况下洗澡。我真的忍受不了不洗澡啦。然后最让我术后觉得值的地方吧，就是真的没有味道，真的没有。过了2周后，是黄医师那边确认伤口跟拿药膏，频率大概就是2周这样，就这样持续个3个月吧。3、4个月，我真的有点忘记那个频率了。伤口就会慢慢变得硬硬黑黑的，这时候在摸伤口的时候，你的腋下是没有知觉的。其实我当下蛮紧张的，就一直问医生会一直这样吗？然后黄医师就说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虽然表面上的伤口恢复了，不过里面还在疗伤中。然后从去年7月的手术到拍片的现在啊，那我的腋下基本上已经是恢复的跟以前一样软软的，然后也有知觉了。重点是没有味道，这点真的是让我很开心。最后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次的术后照顾还有一些医疗用品采买的费用啦。那因为录音的这一天是2023年的
4月嘛，我手术之前，手术是去年的7月，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涨价，可能会因为一些时间关系涨价，所以我这边只分享我手术当下付款的费用，大概就是3万8，确诊前的挂号啊约330，生理食盐水那些杂支不间断的费用买下来大概1200，应该有这个数字吧。老实说，我都是用完就买，就没有特别去算，但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后续的就诊来回大概有8次，然后整个费用出估下来大概是4万2左右，差不多这个数字。但是这些都是初估，那实际状况还是要以个人为准，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做这个手术的话，你大概需要准备约4万到5万左右的费用，会比较好一点啦。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针对我个人的情况做回答。如果你想要专业医生的回答，就是建议去找医师去询问。第一，就算做了手术过后会不会复发？我有听说5年后会有一点点味道的案例，但我跟大家报告，就是我到现在已经是快1年有了吧，目前是都没有味道。就算流很多汗，基本上也不太会有那个小狐狸的味道。至于过了5年后有没有，等到时候我再拍片来跟大家分享会不会汗味转移的后遗症。腋下还是会流汗，但那个几率并没有到很容易爆汗，因为我以前会很明显感觉，一洗澡出来我就会腋下就会开始流汗，就是它是一个多汗加上又有这个味道的状况，所以你知道。所以很崩溃，流汗还是会正常的流，但是它已经不会像以前像刚一洗澡出来就爆汗那种情况那么的夸张。只是我会有时候会感觉到，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脚会明显跟以前相比会比较会流，但我也没有因此就是得到什么香港脚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就一切都还很正常。最后来分享一下术后的心得。我真是觉得这个手术啊，我要是早点做就好了。以前洗澡完就会担心马上会流汗，得擦体香剂，现在就真的不需要这些体香剂了。而且脏衣服的腋下处啊，也终于不会再有一个味道。搭捷运啊，搭电梯啊，比较人挤人的地方啊，也不用担心别人闻到自己的味道了。如果经济允许的话，真的是直接跟小狐狸说拜拜是最快的。从小到大买体香剂的那些钱都不如你直接去做手术快啊。最后也希望影片有真的帮助还跟着小狐狸的朋友们。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啊，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欢迎随时在底下留言你的心得跟想法哟。希望我之后还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做整个的手术心得，当然也不只有这些啦，就是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其他的影片。那就这样咯，拜拜。